等到我出去的时候，雨季应该过了。你不委托律师，打算自己走出去啊？在听证会上，我可以自己陈述。自辩？你天天关在这儿，怎么自辩？我被关在这里，不知道外面任何的事情，但是有一个人会把外面的信息带给我。我把你带进来的信息重新的排列组合，寻找潜在的可能性。记呀。那你找出什么可能性了？人的眼睛对光很敏感。梅征曾经说过，他目睹了案发的全过程，用一束光分开了2把刀。但是在江婷的证言当中，并没有提到这束光。那就有2种可能：第一种，梅征没有用手电；第二种，他根本就没有目击杀人过程。梅征猜到了张元迟早会找到江婷，他只需要不断地去点燃江婷心中复仇的火焰，然后隔岸观火。等江婷杀了人，他再出来作证，说他是正当防卫，形成完美的复仇。只是有一点我还不确定：梅征是想杀了张元复仇，还是想一石二鸟，把江婷也送进监狱？不管哪种可能性，现在最关键的证据应该就在梅征那儿。是手铐不舒服吗？以前从来没有机会这么仔细地看过手铐，中间有3个铁环，连接着2边的铐圈，把人禁锢在这里。如果说手铐的2端是李沐风和江婷，那么中间连接他们的这个铁环就是梅征。方副检察长，您喝热水还是凉的？热的，谢谢。你是从这儿看到江婷家的吗？啊，谢谢。师姐，好像你每次看到我都挺紧张的。我能问问为什么吗？好像你跟别人交流都没什么问题。因为他们都是普通人，你是来问话的。那你跟李沐风都怎么交流啊？跟江婷呢？还有段宏山？还是说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？方副检察长挺爱开玩笑啊。很好笑吗？我在问询的时候从来不开玩笑。其实，在你接手这个案子之前，我也跟检察官有过一些接触。知道，段主任，但他现在是嫌疑人，所以我需要你把你跟江婷的关系再跟我解释一遍。好，我跟他是同校的校友，我也是，我还是他同班同学，但我不会去他家做饭。我也不会。
是吗？你不会吗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江婷的处境了？身边的邻居都知道。但他们不知道你和江婷还有张元的过去吧？怎么，就因为他是江婷的丈夫，我跟江婷的接触就变成同谋了？我做什么事情就是蓄意报复，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师姐，我知道这14年你应该过得挺辛苦的吧？是时候了，是时候从水底爬上来，好好喘口气，看看自己了。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被摧毁过。因为我也有过，所以我理解你的止步不前，不肯翻篇儿，心如死灰，好像全世界只有2种方式能拯救我们了。第一种是找回失去的，我只是想要说出真相。第2种就是摧毁我们憎恨的，是这样的感觉吧？我也从泥潭里爬上来过，所以我想告诉你，会不会有第3种可能性呢？你想过吗？我们都只活一辈子，不能永远被过去绑架吧？师姐，你现在想努力找回的东西很危险，我不能不管。你要包庇的东西，是我擅长挖掘的。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无端的揣测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跟江婷是合谋吗？给我做了一桌子菜，你倒是先走了。孩子睡了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，就立刻给我打电话。这些天我也经过来着点儿。要不这样，我在对面装一个机器，时时刻刻的录着点儿，到时候咱们也好有个证据。如果他真的来了动手了，咱们就把视频交给警察。你告他家暴，他不想离婚也不由他。我只想要帮他，帮他杀了张元。我想让他换个活法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你计划的。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只是想要帮他解脱。那你觉得事情应该变成什么样？或者说你计划的是什么样？我们猜到了，张元他迟早会找上门，但他提前来了。张元不仅提前来了，而且还打了江婷。
因此场面失控了，所以江婷只能够抽刀反击，捅了张元7刀。到这儿，你的计划被改变了，是这样吗？我们没有计划。你也没有证据。师姐，我说我懂你的感受，是真的。我想帮你也是真的，但前提是你要愿意自己救自己。对江婷，你算是以德报怨。能为他做到这个份儿上，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。我对他就是充满了同情，而且他这一次，他就是正当防卫。证物呢？你的证物现在可以给我了吧？姐，既然有这个录像，梅珍为什么不早拿出来呀？如果是你，把视频拍到这么模糊，你会上交吗？光，你能不能不要一惊一乍的，太吓人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梅珍提到的那一束光真没有。所以，段宏山的推论是对的，梅珍也许没有亲口承认，但我想他大概率是做了伪证。难怪啊，他会在听证会上专门把张元点出来，对吧？梅珍早就做好了局，但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进行。那要这样的话，梅珍已经构成犯罪预备了。但是犯罪如果是停留在预备阶段，梅珍有杀死张元的动机，但因为意外行为终止，客观证据呢？又有新的危险进入，那江婷应该怎么定性呢？不在计划中的现实危险，江婷的行为如何定性？这是我。是你，你的家，你的阳台，你的丈夫张元。你在刺中他第1刀之后，又连续刺了他6刀，直至死亡。这么模糊，怎么确定是我？那我们就一起等待技术修复吧。哦，还能修复啊？那修复完，你看看清楚，你仔细看就能明白，我就是正当防卫。我会看明白的，是不是正当防卫不是你说了算，我们只基于事实。14年前，我是你班长；14年后，你是审判我的检察官。我审判不了你，
我只能给你定性。我的定性基于真实，所以，我希望你一五一十的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。我救不了你，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。我说明白了吗？那个本该是我仇人的女人，是她把我从深渊里拉了出来。我在水族馆见过你，游得真好。我会在那儿工作，有你的功劳。你不能这么抱孩子，你这么捂着他，他会窒息的。坐几路车28路，回家？不回去。我们不回去，不回。你看，这个是我给你买的，放在家里啊，能有点生机。这个鱼啊叫蓝鳗龙鱼，它喂，您好。江婷，你胆儿大了呀你！啊，这个带着孩子跑了，老子告诉你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离婚，想都别想！我把离婚协议书撕了，你这个疯！怎么了？他骂我，骂我疯了，又带着孩子跑。他一定会找到我。他把离婚协议书撕了，他不跟我离婚。他说我是他的福星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。怎么了，江婷？江婷，江婷，冷静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跟他拼了！江婷，我跟你拼！你疯了！李总，我如果不这么干，我永远都逃不掉。孩子怎么办？你让开！孩子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他来了怎么办？我还要继续被他打、被他骂、被他精神折磨一辈子吗？我不要，我不要这样，我要杀了他！我杀了他！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你去找他，这是蓄意杀人了。可如果他来找你，那是正当防卫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正当防卫。我以为我一辈子一直都会这样下去，
你现在这样的处境，我是同情的。视频证据不够清晰，没办法准确定性。这样吧，找一些和案子无关的第三方，让他们逐帧观看，到时候记录下来。方副检察长，你这么做是在针对江婷吗？我只是做一个检察官该做的。辛苦啊，辛苦啊，谢谢。检察官，来看看这个。好，是吗？几位？通知大家召开联席会议。好。各位检察官，这个是证人提供的案发录像。关于江婷杀夫案，我希望各位能够各抒己见。当晚，张元闯入江婷家是带着刀的，江婷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威胁。综上，我还是坚持正当防卫。正当防卫的判断标准里，要看不法侵害的紧迫性。江婷持刀刺向张元第一刀时，他已经失去了攻击性，江婷的危机已经解除。然而他继续持刀，又捅了张元6刀，所以我认为这6刀完全可以判定为故意伤害。昨天晚上，我们连夜收集到了5组旁观者根据同一视频给出的各自主观描述，请大家看一下。第一组，江婷持刀狠狠地刺中张元，张元倒下之后，江婷补刀动作凶狠，连刺了6刀。第二组，张元拿刀将江婷逼到了阳台，江婷受到惊吓，好像闭上了眼睛，刺向张元，等刺完7刀，他才睁开眼睛。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倾向性，我们总说要客观，但是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做到绝对客观呢？我看了最新的讯问笔录，江婷已经承认，说只要张元敢上门，就算杀了他，也算是正当防卫。这不更说明他有杀人的意图吗？而且他确实买了一把新刀。这的确符合犯罪预备的问题，但大家别忽略了，在案发前，江婷每天会接到张元将近20通的电话，是几个月里每天将近20通电话，也就是说，江婷每天都生活在张元随时可能出现的恐惧中。所以这把刀有没有可能是他拿来防身的呢？我们得设想一下，什么样的情况让江婷必须买一把刀防身？我们总强调正当防卫的判定要看不法侵害的紧迫性。如果不法侵害尚未着手，但已经非常接近了，能不能反击？或者不法侵害已经结束，但危险依然存在，又能不能反击呢？这种时候还应该有一种判定的条件，就是最后的机会。假如有个歹徒拿着枪对着你，怎么办？跑啊！你能跑得过子弹？那我们只能等死啊！你有一把刀，那就持刀防卫。什么时候掏刀？如果严格按照正在进行时的标准，那就要等到歹徒瞄准之后才能防卫。那肯定也是死。所以，歹徒掏出手枪的那一刻，就是被害人防卫的最后机会。一旦晚了，很有可能丧命。可这算是江婷的最后机会吗？那捅1刀就够了。各位，
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打了整整5年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女人生活在怎样的恐惧里？如果我们是江婷，这个男人突然又出现了，要对我施暴，我手边正好有把刀，我们会怎么反击呢？徐检刚刚说了，说也许捅一刀就够了，您可能是忽略了情况的极端性。在那样极端的情况下，如果我们是江婷，我捅了张元一刀，我怎么能够确定这个力气远远大过于我的男人，他就倒下了，他就失去抵抗能力了呢？他会不会因为愤怒要对我施暴，要打我打到死呢？我们难道要在这个时候去要求江婷停下来，冷静地想一想，我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符不符合正当防卫的判定标准吗？我们不能。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坐在这里，客观的、冷静的，喝着茶，看着这短短几分钟的视频，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站在江婷的角度想一想呢？如果我是江婷，如我在诉，这几分钟是我逃脱不法侵害的最后机会，我必须反抗。我们不能够要求一个受害人必须是一个完美的受害人，就像我们不能够要求一场正当防卫必须是一场完美的防卫。我想提醒各位，作为检察工作者，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犯罪，不能只关注法律本身，而对案件中的人熟视无睹。因为我们办的不是案子，是别人的人生。因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。所以，江婷一案，我认为属于正当防卫，应不予起诉。雷律师，你们辛苦了。最近这2天他一句话都没说过，可能是压力太大了，你还得多费心。谢谢。我们都可以听到了，刚才这位女同志的讲述呢，使我们明白了，每一名妇女都应该能够有保护自己的意识。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市发生的江某杀夫案，那就是一个例子。陈主任，你平时得多去三中走一走、看一看，给那里的师生做做指导。那我们这些做家长的，是不是就太放心啊？给姐姐分享一下。来，陈主任，我见一个。弟弟，我不吃。哎，婷婷，来给叔叔阿姨们表演一下你最新学的舞蹈。我今天穿裙子可能有点不方便，然后这个
地板可能有点滑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快点，快点，换上。衣服也不用穿啊，啰里吧嗦的，脱掉。那是教育局的陈主任，你可别给我丢脸。想吃就吃吧，吃吧。打开空调。好的，已经为您打开空调，并调整到最佳温度。怎么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？你怎么来了？还是检察院的人通知我说你今天出来，我就过来给你收拾一下。还有那些脏衣服，我都帮你拿去干洗了。你那些乱七八糟的鞋，我给你扔了不少。最近你在这儿住，也别乱添什么东西了。等过一阵儿，外面议论的人少了，你再搬回家住。我不回去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以后都不会回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问你啊，我在里面待了那么长时间，你为什么一次都没来看过？你还好意思怪我？啊？我头婚要强了一辈子，我一直也以为我的女儿在外面杀人啊！谭瑞丽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多少人在背后看我笑话？领导今天让我放假回去家休息，避避风头。啊！你不要以为就你一个。你走吧。你撵我，江婷。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我不管刮风下雨，我送你去学舞蹈。你不要以为就你一个人是受害者，你扔我的包里，江婷，江婷，你给我开门！你这个不孝的女儿，你，我给你一个人带孩子，你开门！
终于出来了。出来了，又像没出来。我一直都欠你一句话，也欠他一句话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清晨微风，吹散翻涌。窗台之外是悬崖的等候。走过路口，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跟做梦一样。过去了。听不出来感受。都过去了。孤单徘徊，夜深沉默，善良时间辗转中相守。冷暖尝过，是纷如漩涡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都不敢穿短袖？幻想难眠，微笑中释然，漂泊间依然。命运的狂野，你喊，你喊。看，好了，看，好了，好了，我不看，好了，不用了，不弄。在这片风里，我们安然。10几年前我做错事，那时候什么都不懂，犯了错，伤害你，可伤害了他，跟程人在一起，这10年是我的报应，我会带着愧疚，用一辈子去偿还我欠的债。伤痛，虽不知道如何安慰，但陪伴或许有用。只愿此刻风和世界能带走你的迷雾，我依然在你左右，像星光守着夜空。曾想靠近，怕太过用力，让你更难平静，不去打扰你的沉默，只静静守候。